你们知道吗？这个你我司空见惯的现象啊，它其实是一种能量转换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呢，首先以加热的方式把能量传给水，使水中无数的水分子它的能量增加，于是水温也跟着升高，变成了水蒸气。之后再经由体积膨胀来做功。所以啊，能量先变成水的内能，再转换成水蒸气的动能，这就是所谓的热力学第一定律哦。你相信吗？这个构造简单的玩具就是史上第一具引擎的雏形哦。七转球是在西元1世纪时，由古希腊的希伦所发明出来一种以蒸汽作为动力的机器，它也是史上第一座能够把燃料燃烧所产生的热能转换为机械能的机器。然而，它就一直只是一个玩具而已，并没有真正使用于实业上。那么，你们知道人类又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试着把蒸汽作为生产的动能呢？1698年，萨弗里首先发明了用于矿井抽水的蒸汽机，矿工之友。几年后，纽可门也开发出主要是靠大气压力驱动的蒸汽机。两部机器一开始都被设计用来在矿坑中抽水。然而，这两具庞大的机器在当时都有个巨大的缺点，那就是非常浪费燃料。瓦特在修理蒸汽机模型时发现，纽可门蒸汽机在同一个气缸内不断反复填充蒸汽，并且冷凝蒸汽，所以它的效率非常低。既然如此，为何不试着让蒸汽在气缸外冷凝呢？于是就有了分离式冷凝器的最初设想。但他也许并不知道，自己这个突发的想法竟然悠悠地打开了人类近代璀璨文明的大门。瓦特终于发明第一台拥有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这种蒸汽机的热效率是纽可门蒸汽机的3倍。再经过改良，最终让蒸汽机普遍用于各种工业用途。从那时起，蒸汽机逐渐取代人力、风力、受力等自然力，成为稳定、大量而有效率的动力来源，进而带动工业革命，深深改变全体人类的历史。人类社会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如同人体当中的血液，同样的重要。在现今社会呢，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是直接或间接以引擎作为动力来源哦。但是你知道到底引擎是怎么样产生动力的呢？今天我们来到了万能科技大学，要请问周建恒教授，到底引擎运作的原理是什么呢？周教授你好。希颖你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能谈谈你所知道的引擎吗？当然没问题啊！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路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摩托车，它们里面就有着小引擎啊。再来的话，汽车你如果把引擎盖给打开，也可以看到里面有汽油引擎。还有之前去过发电厂参观，我知道他们使用的是大型的涡轮引擎。最后就是搭飞机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机翼下方呢都有非常大的喷射引擎。所以这样看来看去，日常生活中使用到的引擎真的好多哦。这样讲来讲去，有这么多种引擎，我们这一集不就讲不完了吗？不会，不管哪种引擎，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它们的主角呢都是引擎当中的工作流体。那教授，到底什么是工作流体啊？工作流体就是在引擎中用来进行能量转换的气体或是液体，例如蒸汽机里的水和水蒸气，或者是吸进汽柴油引擎里面的空气。那为什么工作流体会是引擎的主角呢？因为引擎要借工作流体来进行能量转换，先加热工作流体，增加它的内能，之后再利用它的内能来对外界做功，把加热的能量转换成动能。不过，根据热力学第2定律，转换的效率不可能达到100%哦。详细的过程就是工作流体低温时被压缩，之后再加热，升高它的温度，
然后工作流体体积膨胀，对引擎本身或者活塞或者涡轮做功，接着再冷却工作流体，使它回到原来的状态，这样不断周而复始的过程称之为热机循环。那教授，我常听到有所谓的外燃引擎跟内燃引擎，那这两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主要是它们加热工作流体的方法不同。内燃是指把燃料混在工作流体中燃烧，直接加热；外燃则必须通过引擎的材料来加热工作流体。那有些引擎它是用涡轮，有一些又是用活塞，这个又是怎么一回事啊？那是指压缩工作流体的工具不一样，或者工作流体做工的装置不一样。此外，有些引擎的工作流体用过就抛弃，有些重复循环使用。所以说，不同的引擎都使工作流体进行类似的热机循环，只是所使用的方法不同罢了。这个叫做吸轮蒸汽机。有人认为它是人类最早的引擎。心怡，你猜猜看，它的工作流体是什么？它的工作流体啊，是不是里面的水？对，你看，首先呢，我们用斗鸡灯加热，对，让它经过这个管子呢，玻璃管呢传到里面去，然后这个工作流体被加热之后呢，沸腾，体积大的膨胀之后呢，从这两边的管子喷出来，然后呢，让这个工作流体呢对工作流体本身做功，也对这个引擎做功，那它这个引擎呢就会转动起来。教授，这台机器是什么啊？这是一台特别设计的透明蒸汽机，它真的是用蒸汽来推动哦。所以它的工作流体也是水，对不对？没错，而且也是先加热这个工作流体，让工作流体沸腾之后呢，膨胀然后推动这个从这个管内喷出来，然后推动这个活塞做功，所以它这个引擎整个就运转起来。教授，现在这个又是什么啊？这个叫做史特林引擎。可是看起来它不像前面的都有水，这样子的话，它的工作流体又是什么呢？任何引擎都必须有工作流体。那这个引擎的工作流体呢，就是在这个试管当中的空气。那试管当中的空气呢，当做工作流体，它一样要进行所谓的热机循环。也就是说，冷的时候被压缩，加热之后呢，膨胀做功，让这个引擎运转。其实你看它的压力都是它这个压力跟体积变化，基本上就是一个顺时针的封闭曲线。那我们刚才讲过，所有的引擎它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所以所有引擎的工作流体的压力跟体积的变化，基本上都是一个顺时针变化的封闭曲线。但是呢，引擎不同，它的形状有点不一样。教授，我们这一集讲的不是引擎吗？你怎么带了这个管子啊？这个管子看起来很简单，它事实上也是一具引擎。它也是引擎？老师演示给你看。好。这超大声欸，怎么会这样？所以这个叫做热升引擎，它是把热能呢，经过刚才同样的热机循环变成声音。这管子里当中的空气我们叫做气柱。那气柱在管子里振动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就是两端的空气呢振动的厉害，中间的空气呢它的压力变化的厉害。那注意看，心怡，这里有一小区域的空气呢，在边振动向中间振动的时候，它边被压缩，压缩到这里。刚才我们的引擎是压缩之后，它就加热嘛，刚好碰到这个很热的这个纱网，它就被加热了，然后膨胀，再振动回来。
所以它不断的把热能变成震动的动能，所以是我们发出很大的声音出来。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引擎啊，它的工作流体就只是在这一小段空气，对不对？完全对，完全对。我们再做一次实验好不好？好，这次由你来做。好。哎，可是没有声音啊。哇，真的有声啊，好神奇哦！因为我们这个引擎里面没有冷却的部分，我们引擎都有一个冷却的部分，这里没有冷却的部分怎么办呢？所以必须要有冷的空气流进来，那下一次振动压缩的时候是压缩新的冷空气。心怡，你看这个东西叫做驻波型的热身引擎，那这一端呢是封闭的，那这个呢是由许多细小的玻璃管构成的热身堆。那热身堆的一端呢，我们利用电源来加热内螺丝，使这一端是维持在高温，那另外一端呢就维持在低温。那你注意哦，这管子里面的空气在震动的时候呢，那这一小节的空气呢，它是边向热的这一端靠近，边压缩，压到热的地方呢，就跟刚才的引擎一样，加热了膨胀，那它就进行热机循环，那就把热能呢变成空气振动能量。因为它产生的声音很大，你看现在声音很大哈，它是在管口形成气流。可是心怡，你干嘛离我那么远？教授，我还年轻啊，你都要我戴护目镜了，我能不紧张吗？教授年纪也不大，还笑。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好，教授加油。先倒一点点酒精，不要太多，这样差不多了。教授你加油。心怡，等一下帮我倒数哦。好，5、4、3、2、1。干嘛？还干嘛？冲出来啊！你看。但是我们还是一句话，刚才为什么飞起来？因为它里面混合的这个空气呢，就是工作流体，它是内燃的方式呢，直接把燃料混在工作流体当中，烧起来之后，那工作流体迅速的膨胀，开始呢，从这个喷嘴呢喷出来以后，产生推力，就把火箭送好。哇，总算是度过刚才的难关了。教授，那我现在就要来问你，像我很常搭飞机去旅行，所以我就很好奇啊，像是飞机的机翼底下那2颗非常大的这个喷射引擎啊，它所使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吗？心怡，喷射引擎最后改进成这样的一个构造，前面是压缩机，后面是燃烧室，再来后面是涡轮。如果我们紧盯着某一块吸进来的空气来看的话，你会发觉这块空气被高速转动的压缩机叶片呢，逐渐的压缩到极限的时候呢，产生爆炸式的膨胀，推动后面的涡轮机同时产生扭力跟推力。所以工作流体呢，就是把燃料的能量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能量。没错，但是呢，我们的喷射引擎只有简单的转动的零件，所以在工程上它是一种简化。那另外呢，根据热力学第2定律，我们必须提高燃烧室当中空气的温度，以增加引擎的效率。所以如何冷却燃烧室后方的各个零件，又是另外一个工程上的重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带大家从实验室真正去到我们所谓的引擎工厂，来看看到底引擎是如何运用在我们的国防上吧。知道现在捍卫着台海领空的3种2代战机当中的 IDF 经国号战机，就是由我们自己所制造的吗？今天我们来到了汉翔工业，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段自信、忠诚、百折不挠的历程吧。黄副处长你好。心怡你好。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国机国造，它其实很有关我们未来台湾的国家安全。那呢，今天想请教您一下，这个国机国造它最重要的关键点是什么呢？是的，
那我们在国际国造里面，除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飞机以外，其实在飞机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心脏就是发动机。那目前还有我们的整个发动机的自制力相当高的。那我们发动机的引擎其实原理也相对其他引擎也相对的已经简化过了，所以它气体只要是经过很多压缩叶片把它压缩以后，然后进到我们燃烧室这里，然后经过点火燃烧，产生爆炸以后，整个空气膨胀，推动后面的这个所谓的叶片来带动所谓前面的一个轴承，所有的推力就从后面就推上。像我们这个引擎是可以到23000转的。现在这么高的转速一样，里面的话轴承会产生温度，会生热，那必须要去做冷却。那我们这边是采用的是这个引擎所需要的一个燃油来做冷却。从热脚电力来讲的话，它的工作流体的温度会很高，所以必须要有一些冷却的方式。那我们采用空气方式来冷却，像这个燃烧室这边，空气从这边经过就可以冷却这个燃烧室的零组件。这个是我们发动机很重要一个零组件，我们叫做涡轮叶片，它是组装在这个地方，像这个叶片。那这个制造的过程是这个是超合金材料，很耐高温。那目前我们是用铸造的方式产生这个铸件，然后再经过我们自己做一个加工，这个分布的位置，然后就可以组装到那个引擎里面去。那这个叶片有一个特色它是空心的。那空心的一个目的是可以让这个叶片的重量减轻。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是冷的空气可以从这里面进去冷却这个叶片。是。既然引擎的构造如此的精密，那么生产引擎零件的厂房一定也不简单。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汉翔的机具厂房，这里所有的工具机都是引擎制成中各个环节所需要用到的工具。别看这间厂房如此的庞大，它还只是汉翔5间引擎厂房中的其中一间呢。然而，要制造出精密的组件，光有这些昂贵的机具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制程。为何制程如此重要呢？因为这个制程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从一个胚料来做，那通常我们说那是减法制程。对，减法制程就是你会做一些车制、铣制、钻孔等等的一连串的制程，让这个母的材料胚料越来越少。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用我们的精密做到的制程的话，我们先做出一个母的模子，然后之后呢，我们就用翻制的方式，翻制成蜡型。蜡之后来做主塑，再做粘浆，最后再就浇铸，把金属铸件得出来。这样子的程序会很快的生产很大的量，就比减法制程来讲会快很多。所以现在这个制程是，它现在是在做蜡型。是。如果我们要什么样子的形状的零件，我们要先用模具呢做出这样的蜡型。那现在这个金属的部分看得到的地方就是一个模具，是。那绿色的就是一个蜡型，完全还可以感受到它微微的温度哎。现在我们就到了最重要的环节喽，那就是试车。刘大哥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最重要的环节试车，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试车主要目的就是要看到这个发动机呢，它在经过组装以后呢，有没有达到它的出厂标准。那我知道在试车的时候，好像可以看到那个火焰，对不对？所以我很希望我可以亲眼看到它。等一下试车的时候，我可以留在这个试车间吗？不可以。试车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大的噪音、震动，还有很强的风速，会把你吸到这个发动机里面去的。所以在这边太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好像要开动了，我们还是赶快进去吧。对，赶快走吧，刘大哥。因为等一下启动发动机呢，这个噪音会高达130分贝，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耳罩给戴上，准备开始试车。好，现在启动引擎。
这么近距离看了这颗引擎，又看到刚才试车的状况，我很好奇这颗引擎啊，它是装在民用机还是军用机上呢？这个引擎呢是一个军用机用的。事实上呢，它是我们国内 IDF 经国号自制战斗机所使用的一颗引擎。哇，原来就是它！这个 IDF 经国号引擎呢，它是我们国内自研自制，然后呢，汉翔公司呢是全世界第七个具有全机系统整合制造能力的公司。我们在37年前的时候，我们汉翔公司做 IDF 是全世界第7个可以做全机设计、系统整合、研发、测试、量产制造的国家。韩国的 KEI 他们做出 T50，可是我们要晓得说，我们37年前我们就把 IDF 做出来。靠的是自己。你看3军主力战机，凡是 IDF 是我们国际国造，不管系统的整合，不管它的零件的制造，它的设计图以及相当的规范都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很快支援 IDF。因此，在目前为止 ，IDF 妥善率都是最高的。因为过去我们在生产9号战机的时候，一个月可以生产7架量的引擎。毕竟我们过去参与经国号战机的人大概5到10年，可能就陆续就会退休。那如果说有一个年轻人接棒，那对未来发展下一代战机的话，可以延续这个人脉下去。国际国造，这对于未来整个国内航太产业是非常重要的契机。为什么？因为它把以前那一段流失的技术在这一次的国际国造完全传承下来。我们预化希望在未来跟中科院完全做战略结合的情况下，我们国际国造可以达到自制率100%发展我们未来战机。一定要有起头，一定要持续贯彻。如果我们现在不做，永远都不要做，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任务。出现在科幻作品中的巴萨德冲压发动机，它是利用巨大的电磁场作为漏斗，来收集宇宙中稀薄的星级物质作为燃料的发动机，不再依靠飞船本身携带燃料，减轻了飞船的重量，也提高了飞船的续航力。拥有这样的发动机，或许就可以一直开到宇宙的尽头哦。生活充满科学，科学实践生活。看完这一集，我们了解到，原来所有的引擎都是遵循同样的原理在运作。我们还看到引擎如何应用在国防工业，保卫我们的家园，而航空引擎则是现代国防的脊梁。然而，国防必须自主，虽过程背极艰辛，但决心坚定似铁。多少无名英雄，层层洒落年华血汗，代代相传精忠报国。超理想进化论为你串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科学方程式。我们下次见。